今夜罗裳起胡，燕比才云。却述鸾差，自夸雀跃，并琼太极耻，玩日慨时。而又或连母之干言，惜迁居之哀泪，故道不入室，即作好奇盖藏，孰可穿庸？或遣资其于宋。夫单结局之力，以博流俗之欢；全姑息之恩，以终怨旷之毒，是亦不可已矣乎？而不见瓮有绳书之理，诸寺木屐之庄，宛路从夫，仙阳城里，高堂斜塞，无迁于旧姑。当门悬壶，亦疑其孙子，彼独非人女哉？何嫁之早耶？富者难思，贫者易也。这篇文章里用典很多，有20多处，其中有几个典故值得一提。一个是东石西宿，点出东汉殷少的风俗通。说是齐国有一户人家的女儿，有2个人同时上门求亲，东家人的儿子丑而富，西家人的儿子穷而帅。父母犹豫不决，问女儿的意见，说如果看中东家的就露出左胳膊，如果看中西家就露出右胳膊。结果呢，女儿便把2只胳膊都露出来了。父母不解这是什么意思，女儿解释说想在东家那里吃饭，到西家那里睡觉。后来用东食西宿来比喻贪婪之人企图兼得两利，各方面的好处都要。如果说东食西宿在2000年前还只是一种讽刺人的比喻，那在今天的社会上则是可以被人理直气壮地用作向世界的宣言了。也许在未来 AI 科技发达的时代，基因可以编辑和定制，帅哥美女将是人类的标配。不知道在那时还会有东食西宿这样的要求吗？紧接着东食西宿的是五角六章，角和章都是28宿中的星宿名。旧时择日数中认为逢5日遇角宿，6日遇章宿，则形势不顺，时机不好。这和今天差别很大，今天人们似乎更喜欢说369向外走，而毫无关系的7和8却倒了霉，说7不出门8不回家，这都是后人之误。第三个是穷归府契里的穷归，点出左传，意思是美玉，但是这块美玉你千万别乱用，它是特指人死后含在口中的那块玉石。这种风俗一直流传至今，只不过在很多地方人们使用铜钱、硬币或者是仿玉石的工艺品代替了，这是一种丧葬礼俗。第四个是织间，点出弃妇诗上山采迷芜，诗中有织间日1匹，织素5丈余，用织布的快慢比喻新人旧人的不同。为什么诗人会感慨于织间呢？因为换了新人之后才知道旧人并不差，新人未必好。第五个是孝子伤心于伊绪，这就是戏剧24孝里的卢衣顺母，讲的是春秋时期闵子骞受继母虐待，东夷以鲁花填充。我们最常看到的桥段是鞭打鲁花这出戏。第六个是牵羊城里，肉袒牵羊点出左传，但作为一种投降仪式，可追溯至周朝。那么民间的牵羊城里显然不是投降。为什么民间用羊作为一种彩礼呢？其中可能的原因大概有：一是在古代羊和祥字通用，古人用吉羊表示吉祥，所以有3羊开泰表示吉祥之吉，用4羊方鼎表示四方吉祥安定等。